OK， 你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其实就是今年鸿蒙2024 HarmonyOS Nest 的这个多场景的一个展示互动体验的区啊。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这种场景下的一个 HarmonyOS Nest 的一个体验。那我们今天呢，就带你们来看一看不同场景下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鸿蒙 Nest 的这个影音娱乐、音乐以及这个拍摄方面的一个体验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手机上有很多的这个影音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比如说我们先打开支持了这个接力的这个咪咕视频啊。当我们回家了以后啊，打开了旁边的这个平板上面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了一个咪咕应用的一个图标，并且有一个这个手机的一个小角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可以在平板上面继续来观看手机上面的这一个视频。我们播放的这个进度也是和手机是一样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HDR Vivid 啊，那目前这个鸿蒙Nest 呢是给予了这个 Vivid 的一个接口啊，像芒果 TV 它目前也是支持了这个 HDR Vivid 的。如果家里边有这个孩子的朋友们啊，这一次这个鸿蒙系统内置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打开 B 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打开了这个青少年模式。比如说芒果 TV， 也只能看到，比如说像少儿，还有一些教育类的内容。在编辑的时候，比如说手机上这个图片比较小，是吧？它会有一个应用接续的一个图标，这个表示它这个是手机上的一个美图秀秀。然后点击完之后呢，手机就消失了。把这个手机上的一个编辑进度流转到这个大屏上面来，你可以在这个大屏上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地图，是吧？编辑完了是吧？有想到手机上去保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再点回来。手机上有一个，你看有一个应用接续的图标，这样你看它就直接把这个大屏上编辑的进度又流转到这个手机上了。前提是两个终端必须得安装同样的 app， 还是说这个不需要？得安装同样的 app， 然后同一个华为账号，这样才能识别到你这边这个是两个是同一个人拥有的嘛。我们看到啊，这边是社交通讯新闻阅读一下这个 Harmony Nest 的体验啊。那么在这个新闻客户端中啊，比如说一条新闻的右上角上有一个耳机啊，大家知道就是大家可以去听新闻。但是呢 ，Nest 和其他的这个安卓不一样的是呢，它其实调动的并不是这个应用本身的这么一个这个朗读这么一个，而是直接调动的是这个系统本身的一个朗读的接口。这样的话呢，其实节省了这个开发者对于这个朗读的这么一个开发，会让这个应用这个调动的会更加快捷一些啊。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应用的一个卡片了。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新闻，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服务卡片。我们比如说打开，把它贴到桌面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实时更新的一个热榜的一个推送了。再有一些体验呢，比如说社交属性的体验，小红书里边，我们经常会用小红书去编辑一些文案，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里边找到一些照片，点下一步，点完之后呢，我想在这个大屏幕上面进行这个文字方面编辑，因为毕竟键盘体验会更好一些。这里边呢有一个接续的这么一个图标，我们点开它，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平板上面来进行一个内容的一个发布了。很多非苹果用户其实很想用的这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在微博上面去发一个动态的照片，是吧？这一次鸿蒙 Nest 呢也是给予对应的能力。那其实可以看到，昨天于总呢也是发布了一条鸿蒙的这个动态照片呢。有人会问，比如说小红书支不支持啊？只要小红书开发，它就可以支持的。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像这个出行导航、旅游住宿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 Nest 的一些体验。这个是小易智能航班查询，目前的话是航旅中文跟国航已经接入了。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出差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就是跟小易对话，然后让小易帮忙订机票。这边你还可以跟他说，你帮我去订一个机票，然后这个他会考虑你带的小孩，然后给你安排一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的一个飞机航班，然后你直接说订票，然后就会帮你跳转到之前的这个一个手机的一个信息跟帮你默认勾选，然后这边直接你跟他说预定，他就可以预定，提醒你去预约值机，去预约酒店，关注一下两地的一个天气，去准备一些衣物，预约送机，然后准备一些行程清单，做一个闹钟预定这个是统一分享，统一分享的话，经常会比如说想把这个机票类的相关信息分享给，比如说家人朋友，就是可以通过华为分享给就是周围的伙伴。然后他收到的是一个应用卡片还是一个？目前的话是一张图片，就自动截好屏的一个图片。对，然后全场景的协同的话，然后行李比较多的话，频繁的拿手机查看航班的相关信息的话，其实不是很方便。对，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您的航班信息，然后同步到您的手表上，然后这个时候您可以直接看手表就可以了。下面的话是咱们这个意图框架，就比如说咱们订了一个机票，它会在合适的时间点，然后在小易建议你弹出来，然后比如说可能还有穿衣指数、目的地它的一个气温、天气之类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就是方便您的一个出行。然后
后这个是咱们的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就是您只需要一次开发，然后后续的话，它在不同页面上、不同尺寸的，就是比如说直板机或者说平板上或者折叠机上，它的那个布局是自适应的，整体的一个体验感会比较好。一键登录的话，就比如说咱们首次登录应用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咱们华为的一键登录，然后直接可以免去一些比如注册流程。然后这个是服务卡片，还有一个实况窗，比如说您常用的一些某个应用，您可以把它的服务卡片然后添加到桌面上。然后这个实况窗的话是，比如说您订了今天比如说回北京的机票，对吧？它会就是以实况窗的一个胶囊的形式，然后出现在你手机的一个左上角，然后提醒你。高德地图的话，就是当前我们的这个直板机，然后折叠屏和 Pad 其实都已经做了适配了。这就是我们 Next 系统的一个特性，就是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然后就是高德地图，它同时也接入了那个小艺语音唤醒高德导航。后续它会做一个那个实况窗。那这个场景是我们那个大唐普人园，它做了一个这种便捷无感的验票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只需要那个一碰去验票，就直接就通行了。然后它会拉起咱们这个景区的一个地图。那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个场景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比如说，生活类的、比价类的、生产力类的、商务办公类的等等的一些场景啊，都带你们简单快速来看一看 HarmonyNext 的一个体验。办公程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拉开一个这个日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会议内容。好，比如说让明天会有一个会议，那它会通过这个日历直接进入这个会议，也就是说从日历其实也打通了对应的一个应用了。那比如说我们突然想出门啊，或者说我们一开始是在手机上面，比如手机没有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在另一个设备上面进行这个会议。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板上面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小图标，我们打开它。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手机上面的这样一个会议的页面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平板上面继续我们的这么一个会议的一个场景。用钉钉拉个会，拉上沉思，这就直接就可以进入这个会议了。其实可以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啊，会议的一些日程，那它也会自动同步到对应的这个我们的日历当中啊。那这样的话呢，能够带来当天的一个对应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提醒。开发者大会第一天的时候，这个游戏厂商也在聊云渲染这么一个技术。我们本身玩游戏的话，本地的一个处理，但是呢，像一些像光追对应的一些画面的内容呢，通过云端的一些处理，然后打包下载到我们本地。首次这个搭载的这样一个光追的游戏是这个《诛仙2》这样一个游戏。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本地玩游戏的话，比如说这个画面的体验，手机上面这个发热的能力、流畅性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玩游戏的这个网络场景不太好，那它可能就不能去开启这个光追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有光追和没有光追的一个游戏画面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打开了光追之后，关掉的效果是非常的清晰。必须的，对，知道吧？就感觉动画也这个对观影效果非常逼真。对。然后它的画面会非常加了光追的那个画面会非常的绚丽。说像去年开发大会有一个重点的词就是什么呢？星闪连接。那包括去年的 Mate 60手机也是支持了这个星闪的一个连接，但是啊，目前这个星闪的设备可能目前不是太多，比如说 Pad 上面有星闪的一个笔。那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这个星闪的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 demo，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前面其实是2个星闪连接的这个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连接的话会比较繁琐。那通过星闪连接的话，其实它会更快捷一下。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已经看到了这个提示到有这么一个灯，我们选择这个连接。那这个时候连接 WiFi，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操作的，就不需要再等待它这个对应的一个适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也是在后台的进行一个对应的一个软件卡片的一个适配。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智慧生活中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应用的卡片已经出现了，那就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适配。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能够带来更便捷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 IoT 设备的星闪的一个适配的一个体验，非常快捷，非常便捷。除此之外，包括像这个星闪的设备，包括有这个北通的手柄，现在已经是有的了。安全的这个问题呢，那这一次也是我在本次开发者大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毕竟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安卓手机嘛，对吧？这一次HarmonyNext给到了一个全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手机打开图片的时候，那它对应的只是这一张图片，给的权限也只是这一张图片。比如说我们这一张图片里边所
在的图库文件夹，它都不会给到对应的应用。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的这个安全性有大大的一个提升。再一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比如说 A 给到 B 的这么一个文件，只有 A 和 B 能够查看 ，B 无意中分享给了 C 或者分享给了其他人，那这个时候其他人是无法查看的，无权限查看的，大大提升了这个本地的文件的一个安全。除了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 Nest 的一些体验之外，其实我们在这个展区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基于 Open Harmony 的开发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像这个打印机类的这种产品啊，包括这种家庭监控类的这种开发板啊，包括这个家庭这个 NAS 这样的一个开发板，也是基于鸿蒙 OpenNest 的一个开发。还有呢，包括控制器啊，都是通过 Open Harmony 来进行这种开发的。而且比如说像这种家庭的这种监控类的产品啊，投影类的产品啊，基于鸿浩的这种解决方案，也是基于这个 Open Harmony 来进行开发的一个应用。而且除了我们家庭类的，比如说像这个农业类的、水利工程类的，也有基于 Open Harmony 来开发的对应的一个项目的方案。还有像这什么医疗类的呀、工业类的呀、公共安全类的呀、智慧医疗类，刚刚也说过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医疗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对应的仪器，也是基于 Open Harmony 来进行开发的。刚才带你们体验了一下鸿蒙 Harmony Nest 的一个多场景的一个互动体验区域。总体来看呢，这一次 Nest 的这个系统 UI 的画面非常流畅，动画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再一个呢，其实这一次我在现场也体验了很多的已经上架了的应用，比如说大家最诟病的淘宝，各种体验可能会有卡顿，但是这一次我在现场体验会感觉到非常流畅，回到最初打开淘宝那个应用的一个体验了。从去年 HTC 开发大会官宣到今年，也就是1年的时间，整个的应用的这种完整度已经是非常完善了。昨天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也问到啊，就是目前已有的应用大概有1000多个嘛，到年底的话，据说是有4000多5000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如果说你要出国，对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应用不能适配，那这个时候我也问到了，然后他们给我的反馈呢，也是能要到后年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去将这个鸿蒙进行了一个海外的一个推广。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时候升级这个应用啊？你只有一部跑位手机，虽然你已经报名了随身计划，我还是建议你先不要去更新。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是 beta 版本嘛，有一些应用虽然说很流畅，画面很好看，但是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等到这个正式版本的一个上线之后，你们再更新啊。如果说你有2部以上的手机，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去体验。这也是这一次我来到华为开发者大会给你们带来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了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评论区留言，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